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越来越少？说廊坊共和国，现在亚洲只有中国在搞这些抗日的纪念活动，他很少看到菲律宾、新加坡做这种活动。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越来越少嘞？马来西亚如果你是从数量来看呢，马来西亚华人从独立前到现在其实是有上升的，只是少。你是说因为它的比例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下降了，原本是接近40%，现在降到现在22%，明年可能就是21啊，再过多几年可能就是少过20了。它降的原因是因为华人生的比较少华人一般我们现在华人生2个都觉得很多了咯像中国这样也是少生，不是？华人他的传统就是我生了一个，我就要把他教育的好，我要把最好的资源给他，等等。所以他不会随便乱生，我给不到你，我就不会乱生等等，应该是可以这样讲的。他生的比较少，品质吧，应该是要注重的品质然后它比例下降，主要是我们其他种族他们生的比较多，所以那个比例被他们拉高了。现在马来西亚的人口是78%是土著，就是马来人，还有一些奥拉阿斯利，就是原住民等等，他们占据70%。印度人大概6，不知道还有6吗？然后现在据研究是外劳，马来西亚的外劳还比印度人的人口还要多了。华人不懂会不会被外劳超越？如果再这样子下去的话以前是叫做3大民族但现在其实是没有了大概是1大2小了。啥时候说廊坊大种子，也称廊坊共和国，这个是来自抖音的吧？其实这个廊坊共和国，其实我是加热就是我的历史科目在中学时候是拿 A 的，但是据我印象中是没有读过关于廊坊共和国。我知道这东西是自从我开始玩 B 站的时候，下面有很多 comment， 我 post video 的时候，下面有很多 comment， 就是讲廊坊共和国在沙巴、沙拉哇还有文莱之间曾经成立了一个华人的国家。这个在历史书里面我好像没有读过这东西，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自从我玩了中国的平台过后，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讲真，我们还没有去深入研究的东西。等我研究了过后，如果情况允許，不太敏感的话，我 maybe 可以做。所以我现在真的是不是很了解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我印象中我是没有读过这个东西的我历史课是拿 A 的。但是我好像印象中也没有读过这个东西，所以马来西亚历史课本书好像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需要点时间。这个叫不读 7吧？这个 OK， 我知道怡保是歌手光良的家乡是吧？对，有很多是他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具体他的家乡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有很多中国人以为他是中国人的那个是中国歌手，但是其实是马来西亚人，比如说光良。还是你们要听马来西亚讲的话才会懂，我也可以的。我跟你讲，我也回来，我就这样了。杨紫琼 Malaysia from Ipoh actually Ipoh Perak 曹格，爸可能会说，知道吗？干嘎会加一个嘎。阿牛。I love you so much Malaysia， 嘿，古今大巴达姆。梁静茹她也是马来西亚的。静茹的 Instagram， 我就有做那个on day， 因为就是想念家乡的贵，然后我就需要这个Pulau Melaka， 还好有。所以你们可能误认为他们是中国，因为他们在中国混得很好，你会自然而然把他以为他是中国人，其实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那个刘德华，他的老婆也是马来西亚人，那个 SHE 的 Ella， 她的老公也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其实是差了很多，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他跟中国人其实很难分辨因为他们都是说华语口音如果掺久了，口音也会变像我也会讲中国音一点点用户668，哇，这个是号码，来自四川的 OK。亚洲能不能把南京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组成3大屠杀纪念活动，让亚洲人不忘其实他们有些地方已经有建纪念馆了，但是有些国家可能不太注重历史吧，可能觉得不要
其他国家啦，可能他们的损失没那么大，然后他们也与那些像日本啊，还有想维持蛮好的关系啊，毕竟对他们经济帮助很大等等，所以他们就很多国家都是淡化处理，还有些是因为受伤的不是主体民族，像是马来西亚受到最大伤害的不是马来人，他们其实是华人，所以不是主体民族受伤的话，他可能就没有那么恨吧，毕竟讲白一点，马来西亚不是由华人主导的啊，其实马来西亚华人也没有那么记仇，没有那么记那个东西的。讲白一点的哈，马来西亚华人年轻一代已经没有那个感觉了。但虽然是每年都有一些比较老一辈的那些，他们会去马来西亚有些纪念碑的也是有的。他们每当什么日子的时候，他们会去祭拜，包括马来西亚的一些华社领袖啊、政党啊、华社啦、华人政党那些啦，他们领袖都会去祭拜啊、献花那些，每年还是有的。但是你会看到那些人都是属于现在是一些老一辈的。他们去吧，年轻一代的会感觉是好像没有那么多去那个什么了啊，这个我就不要想太明了，等一下被人家讲啊，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现状啊，他会再过多2-3代，可能就马来西亚这边的华人应该是没有人记得这个事情，没有多少人会去记得这个。二战结束75年，纪念马来亚二战蒙难者公祭今天早上如期举办。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公使唐瑞、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李振光和一众华团和政党领袖今天早上纷纷出席公祭，悼念先贤。与会的行动党主席陈国伟提醒各造吸取以往的教训，坚持和平共存，以免战争悲剧再度上演。啊，他差不多是这样，所以马来西亚跟日本的关系目前来说是不错的啊，所以啊，新加坡它有那个日军屠杀华人的纪念馆还是有的，马来西亚也应该是有吧，这个我不清楚啊，所以中国它因为是主要受害者，他受的那个损失是最大的啊，所以他跟马来西亚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比。然后这个是我在西瓜上面收到的那个私信，好文采。你的年龄与见识严重不符，太成熟了。这是2年前啊，蛮多了。哇，谢谢你的认可啊，可能是苏里所说的在成熟吧。然后你说的那个，希望你在国内留学成功，我也希望我能进到一个好的大学，我的目标啊。能进好的大学，他们如果愿意收我的话，然后像李景堂和红狐狸一样，李景堂我懂，那红狐狸我懂，红狐狸好像进浙江大学了吧？啊，李景堂好像是在清华是吗？啊，我也看过他们的视频，他们是马来西亚人，不错的那个很优秀的一个创作者，希望我也能。在亚洲只有中国在抗日纪念上有搞这些抗日纪念活动，但很少看到菲律宾、新加坡等在做这种活动，让缅怀历史。至少韩国也在搞啊，韩国他有时候时不时不是有什么慰安妇出来抗议吗？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韩国妇女，如今健在的已经没有几位了。不过，日本驻韩使馆前的示威正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他国家他可能就损失没那么大吧。菲律宾他就他是西方的嘛，怎么可能会搞这些东西？靠近西方的 ，OK？ 新加坡其他可能损失没那么大吧，所以他们就没那么搞。而且上一次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下面就蛮多人骂我说什么我故意制造仇恨啊，然后什么东西，所以这是。可能立场不同吧，就如果我在这边一直搞这些东西会被有些人讲，你是故意制造仇恨啊，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啊，这个是在这边我上次做了，我已经被人骂了，所以你大概知道我们这边的氛围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氛围大概是怎么样，跟你们那边不一样。